我们都知道，一旦患上高血压，就要用药物来维持血压平衡。但其实我们身边也有一些降压的食物，比如下面这3种水果。山楂。山楂是一种很有营养的水果，其中富含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黄酮类物质，具有活血化瘀、扩张血管的作用。血压高的人经常吃点山楂，或者用山楂干泡水喝，辅助降压效果会更好。柠檬。柠檬对女性来说有很大好处，可以美容养颜、减肥瘦身。除此之外，柠檬中含有大量维生素和黄酮类化合物，可以增强血管弹性，软化血管。没事吃点柠檬也能够帮助降血压。香蕉。香蕉是常见的水果，营养价值也高，经常吃可以缓解便秘。其实香蕉中含有大量钾元素，对心血管很有益处。有高血压的人经常吃点香蕉，也能够帮助控制血压，预防血压升高。那血压高的人平时要减少盐的摄入，控制好情绪，这样血压才不敢再放肆。到了炎热的3伏天，入秋后是养生的黄金期，这时如果能调养好身体，秋冬也能少生病，不妨常喝一粥赤小豆百合粥。制作的时候，先将赤小豆泡好，然后将大米和百合洗干净，把赤小豆放在锅里，加入适量的水，用大火烧开，然后再用小火煮烂。这时将大米放入，煮熟之后再放百合，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赤小豆百合粥有很好的清利湿热、养阴润肺的功效，入秋后多吃点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除了多喝一粥外，还可以多吃2果。第一种梨。梨的味道很好，香脆多汁，鲜甜可口。入秋后天气比较干燥，多吃一些梨有清心润肺、止咳平喘的功效，能帮助养护肺部健康。第二种葡萄。葡萄不仅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。经常吃葡萄有很好的生津消食、缓解疲劳、补血益气的作用，也非常适合秋天吃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入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，以免感冒。还有要多注意睡眠，早睡早起，适当的运动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我们身上的体毛有很多，而不同部位的体毛也是有不同的作用的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第一个，眼睫毛。眼睫毛是有保护眼睛的作用的，可以帮助抵挡外界的灰尘和小飞虫，避免眼睛被细菌感染。如果将眼睫毛剪掉，不仅会影响形象，还容易让细菌对眼睛造成伤害。第二个，鼻毛。鼻毛可以帮助我们过滤掉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，减少冷空气对鼻腔的伤害。如果将它剪掉或者是拔掉，很容易导致感染，那鼻子健康也会受到很大影响。第三个，腋毛。腋毛不仅可以帮助人体散热，还能够帮助抵挡细菌。如果将腋毛刮掉，就会影响到腋窝散热，让细菌更容易滋生，所以大家不要随便乱刮。所以上面这3个地方的体毛，大家不要乱刮，不然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很大影响哦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痔疮、便秘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，大大的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那该怎么预防和改善痔疮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承山穴。承山穴在我们小腿后侧肌肉浮起的尾端就是承山穴。当出现痔疮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用大拇指用力的按压承山穴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，以感觉到酸麻胀痛为宜。那按摩承山穴具有疏通经络、活血化瘀的效果，经常按摩有很好的消炎止痛的作用，对缓解痔疮和便秘都有很大帮助。痔疮是一种很顽固的症状，对于经常疼痛难忍甚至便血的人，不能够光靠按摩来缓解，还是要改变饮食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这样才能够帮助摆脱痔疮的困扰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一胖毁所有啊，所以减肥才是真正的整容。那想要逆袭的吃货们，赶紧放下手中的美食，让木子教你个方法吧。当当当当，那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敲打我们身上的一条经络，在哪里呢？就是带脉了。带脉是一条横向的经络，在我们的肚脐向腰2边画一条线，那围着腰部一圈，也就是我们这里。然后呢，将我们手握成拳敲打，每次敲打100下，每天敲打2到3次。
敲打带脉呢，可以疏通经络，不仅可以收肚子，减少赘肉产生，对于便秘的人来说，还有很好的通便效果哦。还有啊，肚子大的朋友，每天吃完饭呀，不要就坐着或者是马上躺下，起来溜达溜达，运动运动，这样可以让大肚腩离你远远。殊不知，长时间的忽视带来的是身体健康每况日下，睡眠不足会给身心带来很多伤害，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调理。在我们身体自带催眠穴，睡不着的朋友可以按一按。在我们头上有个安眠穴，位置很好找，在耳垂后的凹陷与枕骨下的凹陷连线的中点处。安眠穴有镇静安神的功效，按摩时用食指按揉就行，力度可以先轻后重，感觉有酸麻胀为宜。左右两侧交替按摩3到5分钟。那经常按摩安眠穴有很好的促进睡眠、提高睡眠质量的作用，每天睡前按一按，能有效的改善失眠。还在被失眠困扰的朋友，不妨试一试吧。建议经常失眠的朋友，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，尽量10点就上床休息，保持全身轻松。也可以在睡前喝一杯温牛奶，这样对睡眠会有一定的帮助。话说10人9胃病，也就是说现在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都是因为不规律的饮食导致的。那我们平时该怎么养胃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敲打大陵穴，大陵穴属手厥阴心包经，在我们手掌横纹的中点处。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将双手手腕处的大陵穴相互对敲，这样每天敲打3到5分钟即可。大陵穴对应的我们的脾胃，被称为人体的健胃消食片，所以经常这样刺激大陵穴，可以帮助健脾和胃，提升胃动力，对受损的胃黏膜也有一定的修复作用。每天坚持敲打2到3遍，能让脾胃慢慢的好起来。好胃是养出来的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养护胃部，平时多注意饮食，远离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。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，3餐定时定量，多吃一些养胃食物，比如小米、荞麦、核桃等。在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这样脾胃也会越来越好。爱有肠息肉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而且经常被人们忽视。那当肠道长出息肉时，身上会有哪些表现呢？第一个，腹部异常疼痛。如果肠道出现息肉，那么可能会出现腹部异常疼痛的情况，而且那种坠痛感和绞痛感是我们往往接受不了的，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。第二个，放屁次数增多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出现放屁次数增多的情况，往往不以为意。其实这可能是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，也可能是肠道出现了息肉，大家也要引起重视。第三个，排便时出血。如果痔疮比较严重的人，排便时会出现出血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，也可能是肠道出现了问题，要小心是肠息肉找上门了。肠息肉的危害很大，所以大家一旦发现，及时的进行治疗，以免给身体造成严重伤害。你们说现在这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，那不像以前，那想吃个肉还得盼着过年。现在呢，每天都能吃像年夜饭一样丰盛。可是这也容易呢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出现血液粘稠。那血液粘稠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2个信号哦。一个是早上起来头晕目眩，浑身乏力没精神；还有一个呢就是下顿费力，容易呢胸闷气短还头晕。不过先别慌，今天呢木子给大家推荐3种食物可以预防血液粘稠。柠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能软化血管，预防血液粘稠堵塞，还能呢美容养颜哦。荞麦富含微量元素铬、芦丁和亚油酸，能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改善血管堵塞。香菇含有大量的食物纤维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血液粘稠度。你好不好看脾胃，学会2个小动作，脾胃健康人长寿。动作1，按摩肚脐。大家可以平躺，然后将双手重叠的放在肚脐上，进行顺时针旋转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，可以早晚各按摩1次。或者呢，2个手放在肚脐两侧，这样上下来回的搓动，感觉肚脐发热为止。经常这样按摩肚脐周围，可以帮助健脾和胃，补益气血。经常感觉胃痛、胃胀、消化不良的人，可以试着做一做。动作2，蹲马步。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一定的距离，然后下蹲，脚尖向前，保持平行，
膝盖分开，朝向左右两侧，大腿与地面保持平行，双手握拳放在腰部两边，腰背挺直，目视前方。这样坚持2-3分钟，有很好的促进肠胃蠕动、帮助消化的作用，对强健脾胃也有一定帮助。除了上面的这2个小动作外，平时还要有规律的饮食，细嚼慢咽，吃东西也要注意，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粗粮，还有饭后出去散步，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脾胃功能，对保养脾胃都有很好的作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